太子带着弟弟们来到了荣王府做客，沈妃也是热烈欢迎。他和唐之陵一家亲自出来迎接的，毕竟是皇子公主的。六皇叔，六皇婶，福宝弟弟，你们怎么一起来了？福宝弟弟好久不进宫了，我就出来了。小福宝看着太子戏谑的眼神，白了一眼太子，然后又看向二皇子和三皇子。二皇子这孩子好像是更阴郁了，老三还是老样子，傻乎乎的。咱们里面请，不要在门外站着了。于是一行人进了荣王府。太子的年纪比沈妃还大，所以沈妃也不想陪皇子们，就笑着道：小福宝，你陪着哥哥们玩耍，好好招待。好。于是小福宝就小大人一样把人领到了西院。沈妃也立即安排了下人送上了瓜果还有糕点。进入待客厅，小福宝小大人一样在最上手坐了下来。你们都随意坐吧。太子也是第一次来，四处看了看，就坐在了下手的位置。二皇子见到小福宝一个小孩子坐在上面，也是奇怪地看了太子一眼。太子是未来的储君，虽然小福宝是主人，但今天的位置也要让出来呀。可是两人就是这么默认了，谁都没有在意。二皇子觉得太奇怪了，不过看到小福宝那么一大点儿，也觉得自己魔怔了。这么小，能听懂他们的话就要烧高香了，哪还懂得君臣有别，位置高低呀？于是在太子对面坐了下来。三皇子和三公主就没想那么多了。我感觉这里很熟悉，跟皇宫里差不多了，没意思。徐嬷嬷的心里一惊，她快速地看了一眼太子，发现太子并没有任何异样。徐嬷嬷仔细地看了一眼上手的小人儿，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皇上和太子两人都另眼相看？你们尝尝这个奶茶，非常好喝。哎，好喝，好喝哎！小福宝，这个奶茶的方子可以给我吗？我回宫也想喝。没问题。哎，这糕点和皇宫里的味道好像，但是手艺要更好些。太子在心里腹诽，这就是皇宫的御厨，只不过现在来了荣王府。众人吃完之后就开始参观荣王府。等二皇子看到好些珍贵的物件就这么随意地摆在西院，心里也是真的酸了。他的父皇是真的宠爱小福宝的。二皇子看到了他母妃心心念念的红珊瑚，就算他母妃在最得宠的时候，父皇也没有赏赐给母妃，现在就这么大咧咧地摆在小福宝的待客厅，好像就是个随意的摆件。他听母妃说过，就是皇后也惦记过呢。这红珊瑚可是从南海得到的，非常的难得。二皇子在观察太子的脸色，想看出一丝嫉妒之色，可是太子非常坦然。小福宝，你家的游乐场呢？我想去看看。走吧，带你们见识见识我的游乐场。小福宝不知道，他这么小一只雄赳赳的样子，加上脑袋上的小揪揪，再配上一身红色的衣服，真的很像一个显摆的大公鸡。小福宝跑在最前面，没办法，这些人的步子太大，而他又想显摆，所以别人走着他就得跑起来。这就是我的游乐场，我娘专门给我做的。太子看到小福宝这样，抽了抽嘴角，这福宝弟弟真是无时无刻都要显摆一下呀。太子见到了小福宝的滑梯，也承认这是个好东西，毕竟非常适合小孩子玩耍。但是更让他惊奇的是，游乐场的地面真是太平整了，这地面太光滑，显然不是石砖能够做到的。哎，大哥，这地面是用什么做的？太子和二皇子两人蹲下来，仔细地摩擦着水泥地面。真是太平滑了。二皇子已经14岁了，现在也懂了一些常识，所以也发现了水泥的好处。太子想到的就更多了，这么神奇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得更广啊。看到小福宝在和三公主和三皇子显摆，他就叫来了徐慧。徐总管，这地面是怎么做到的？是张光真那边新研制出的材料，现在王府还只有游乐场使用了。好，我知道了。三皇子现在看着小福宝在玩滑梯，很羡慕。福宝弟弟，这滑梯太小了，没意思啊。你长大了，玩不了。三公主也羡慕，
他也玩不了，所以只能去玩那边跷跷板和秋千。其实他最想玩滑梯了。唉，我要是再小一点就好了，4皇子和4公主就幸运了，到时候能来玩。三妹，你去和父皇要呗，建造一个大一点的游乐场。哎，也可以，要是父皇不同意，我还可以找我母后要。徐嬷嬷站在一边听着3公主说话，一边查看这边的游乐场。她也不得不承认，荣王妃是宠孩子的。除了大滑梯，竟然还有一片沙地，一看就是给小孩子玩沙子的地方。徐嬷嬷知道小主子小的时候都是喜欢玩沙子玩泥巴，他们这些下人都是反对的，就是碰都不让碰一下呢。现在荣王妃竟然还给孩子们专门留了出来。小福宝，那边是干什么的？怎么还围起来了？哦，那边还在建造，是打算做球场。马球场？地方不够吧？不是，等建好了你们就知道啦。小福宝也不清楚沈妃说的那个叫足球的东西长什么样，但他很期待。只要是娘亲给他准备的东西，他都喜欢。小福宝不知道沈妃是看他只长肉不长个子，担心了，所以就想着把足球造出来，让他多跑一跑。天黑的时候，太子和3公主他们才离开荣王府。太子离开的时候还带走了管事张光真。等皇上知道还有这好东西的时候，就有些责备地看着张光真。沈氏还真是有2把刷子，送到他身边的人还真都对他挺忠心的，无论是乔杉还是张光真，就连那个谭卓也是在一心为了老六着想。哎呀，真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张光真跪在地上，没有听到皇上叫起，就不安地挪了一下双膝。皇上已经接到了唐志玲的请罪折子，知道他和沈妃2人打算把纸玉轩的生意交上来。造纸生意交上来，那就包括了下面所有的工匠。皇上属于大赚一笔，毕竟去年的年底盘账的时候，他的镜子作坊可没有造纸作坊挣钱呢。现在的玻璃作坊火爆了，还是从沈妃那里知道，这个玻璃不只是能造镜子，还可以安在窗户上。小镜子一家才需要几块啊，代替窗户纸安在窗户上才是正途。有了荣王府的实验，黄庄的玻璃作坊终于是找到了正确的打开方式，上了正途。从前他们都是舍近求远了，先是造出大块玻璃，然后再最终造成镜子，然后镜子卖不出去。现在完全是省了那套工序，还更赚钱了。短短的2个月时间，皇上的腰包可是鼓了不少。但是这次的思路还是从沈妃那边得到的启发。皇上就觉得黄庄管事的脑子不行，就是连张光真都比不了。瞧瞧，短短1年半的时间，张光真给沈妃赚了多少银子。皇上想到这里，看张光真的眼神都和善了。张爱卿，请起。张光真一时有点蒙圈。张爱卿，这说的是他吗？还有，皇上用了个请字，这个请字需要对他一个小小的管事用吗？张爱卿，想必你也知道荣亲王把造纸作坊交了上来。是陛下，臣已经把账本都带了过来，还有人员的册子，只需要陛下派出管事和臣对接就好了。皇上皱眉看着张光真，这老小子难道不想留下？朕看你管造纸坊管得不错，就继续管着吧。张光真眉头一跳，皇上真是想留下他呀？这要换成是从前，他一定会高兴地在地上打滚。可是现在他心里很犹豫。皇上把张光真的神情看得很清楚，心里有些不满。难道在他这里机会不是更大吗？可是皇上忘了，他身边不缺人。张光真回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被皇上抛在脑后了。启禀皇上，臣当初和荣王妃签了卖身契，还是荣王府的人，还请皇上恕罪。张光真左思右想，终于想起了一个好借口。皇上抽了抽嘴角，好家伙，为了不给他干活，就连签了卖身契这么丢脸的事儿都提出来了。唉，罢了，他也不喜欢强人所难，毕竟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如此，那你就好好的向新管事交代一下造纸作坊的运作情况吧。谢陛下。皇上心想，哼，还不如不谢。难道朕的御下之道真的出现了问题？
张光真脚步匆匆地离开了皇宫，然后就去了荣王府。沈飞见到张光真这么晚还来王府，还很奇怪。本来他以为张光真一定也被皇上招揽过去了呢。参见王爷王妃。张管事请起。他也是好奇张光真这时候来想说什么，毕竟天色不早了。张管事，皇上有没有留你？沈飞非常直接，他就想知道张光真是不是来找他辞行的。张管事大才，皇上要是留你，你答应下来也是情有可原的。王爷王妃，我没有留在芷玉轩，我是王妃的属下，前来卖身契呢。属下是王妃的人，怎么会舍弃王妃投奔皇上呢？张光真已经拒绝了皇上，王府这边可得要巴结好了，所以说的话也有些语无伦次。唐之灵有点不太高兴，什么王妃的人，可恶。对，你和我签了卖身契的，是我的人，没错。张管事快起来，你不必担心，赚钱的买卖我有很多，咱们再干别的就好了。王妃，您可是有好的法子？目前还没有，但不着急，咱们王府有钱。张光真心想，我当然知道王府有钱了，王府的开销花的都是皇上的，可是我想赚提成啊。王妃，属下觉得您做的那些护肤品就行，那东西暴利呀，而且还是赚那些贵妇人的钱。沈飞摸着下巴仔细思考着这个可能性。后世的美容可是赚大了，那些护肤品都是卖爆了，韭菜割的一茬又一茬。但现在的护肤品都是需要在他实验室中调配好的，也就是说他需要亲自干活。沈飞现在穿衣服都有人给他穿，实在不想每天闷在实验室里劳动。行，张管事的提议我知道了，我会考虑的。这些日子张管事先休息几天，陪陪家人。好的，王妃，那属下就先下去了。不急。张光真站定，好奇地看着沈飞。彩霞，进来。这时候彩霞拿了一个托盘走了进来，张光真就看到托盘上摆了一摞银锭子，每个都是20两银子。张管事，这里是500两，你拿回去吧。这些日子好好休息，等我想到要做的产业会给你消息。张光真看着银子，觉得这东西确实比银票看着吸引人。沈飞看到张光真的表现也满意了，他也觉得银票不行，就是一张纸，看着没感觉。谢王妃，属下一定为王妃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呀。不必，张管事只要帮我赚钱就好。最后张光真是笑呵呵地走出了王府。暗卫把张光真从皇宫出来，又去了荣王府，还有从荣王府离开又带着银子的事儿禀报给了皇上。还是荣王妃大方啊。皇上想到自己赏赐有功的朝臣最喜欢的就是他的墨宝，墨宝随便写写就行了，省钱还省事儿。皇上不过是随意感慨一下，想起来沈飞弄出来那个叫水泥的东西，心里一阵火热。水泥的作用可不小，按照太子的说法，这东西无论是修桥还是铺路都有大用处啊。看来明天早朝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说出来，让工部运用起来。水泥的造价低，材料简单，荣王妃这又是大功一件呢。皇上想到太子提到了小福宝想要在京城郊外一大片牧场养牛羊给沈妃加餐，当时他没有立即答应，不是没有地方，而是皇上觉得小福宝对荣王妃太好了，他就没有一口答应。现在看来荣王妃对大禹朝有大用啊。冯宝，去把京城东边的那片地的地契给荣王府里送过去。是陛下。很快荣王府就接到了圣旨，由于荣王府和皇宫挨着，真是走过来都不需要1刻钟。沈妃对于前些日子念叨的牧场来了还是很高兴的，他觉得皇上这人还能处，知道好赖。他把荣王府最赚钱的产业交上去也不是不可惜的。刚才送走了张光真，他又去空间里抱了好一会儿银子，发现每年10几万两的银子就这么没了，他多少是有一丝丝心疼的。现在不会了，看到那么大一片地，还是京城郊外的，那可是老值钱了。于是沈妃和唐之灵2人就喜滋滋地接了圣旨。冯公公有劳了，皇上真是太大方了。放心，等我的牛羊养好了，给皇上送肉吃。冯公公，这是我的心意，请收下。
沈妃给冯保准备了100两的银票，毕竟这次的收获有些大。冯保是皇上身边的红人，送钱的人可不少，可是真敢拿的钱很少。他想要继续在皇上身边做事，那就要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可是荣王府的钱是可以收的，特别是荣王妃给的，因为他给的钱真的就只是打赏，不求回报的那种，也不会和你套话或者打听宫里的事，所以小太监们都喜欢来荣王府宣旨。那咱家就收下了，谢王妃娘娘赏赐。沈妃送走冯公公之后，人有些兴奋。唐之陵，你大哥还不赖呀。唐之陵也挺高兴，心里对皇上的好感又加了一层。翌日大朝会上，还是和平常一样，商讨完了国家大事之后，终于是有时间处理唐之陵的事了。毕竟御史台的3名御史都出动了，不能是不了了之的。所以皇上拿出了唐之陵的请罪折子给陈御史他们看了。针对荣亲王与民争利的事情，荣亲王府已经把芷玉轩的生意交给了朕的皇庄。启禀皇上，既然是荣亲王上交，是不是要交给国库啊？刘尚书每天为了钱发愁，现在有了生意，那必须要充公啊！交到皇庄，那可是皇上的私库了。刘尚书可是把皇上的产业摸得门儿清，就连现在最赚钱的玻璃作坊，刘尚书都想要。不过刘尚书也知道这事儿有难度，毕竟那是皇上一手经营出来的，他不会轻易放手。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荣王府的产业，皇上应该没那么心疼。陛下，荣亲王大度，可以主动上交产业，微臣佩服。不过臣觉得刘尚书说的对，造纸坊利益庞大，和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河北道等地都有生意往来，交到国库才是正途啊。皇上看到陈御史和刘尚书2人一唱一和，就是不肯把造纸作坊归为他的私有，也很无奈。陈御史早就想到他上了折子之后的各方反应，也把荣王府的应对之法也想到了。陈御史弹劾唐之陵，还真不是为了替外孙报复荣王府，那些在他看来不过是小事，不值一提。他当初的目的就是觉得造纸坊的生意可以全国推广，而且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那这份产业怎么可以放在荣王府？那样不利于大禹朝的局势稳定。就算这一代没问题，到了太子继位那一代也会出乱子。毕竟荣亲王是草包，但是荣世子不是。那小娃娃小小年纪就显露出帝王之相，还有那容貌，要是真和太子有了不和，太子完全不是荣世子的对手。别看太子已经大婚了，而且太子妃又有了身孕，但陈御史觉得太子妃生下的孩子还真不会比荣世子更聪明能干。所以为了避免荣王府做大，必须断了荣王府的经济。毕竟想要起兵造反的王爷，要先有钱才后有兵，所以他才出手弹劾荣亲王。但他也同样不会让皇上掌握这笔钱，钱放在皇上的私库，那就是皇上自己的腰包，他想干什么都行，朝臣也管不了。要是放在国库，那皇上想花就没那么容易了。毕竟国库的钱不是皇上一人说的算，还要朝臣各方势力的钱制呢。皇上和朝臣既要互相依赖，又要相互掣肘，才是长久之道。陈御史想到先帝，那就是私库比国库有钱，所以人家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现在的皇上还没有染上先帝的恶习，所以必须要扼杀在摇篮里。所以为了说服皇上，嘴巴都说干了。陛下，造纸坊归在国库，势在必行啊。是呀，陛下，去年朝廷和东西突厥2次交战，国库早已空虚。如今荣亲王大度主动捐献造纸坊，也是为了造福百姓啊。这份心意还要百姓感受到啊，陛下。皇上揉了一下鼻子，听得耳朵都长茧子了。他自己也不是陈御史的对手，说不过他，而且其他御史也不帮着他。好，那造纸坊就归国库所有。陛下英明，陛下圣明。陈御史和刘尚书互相对视一眼，都满意了。陈御史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就乖乖地站回了队里。李御史和宋御史也弹劾唐之陵了。宋御史那就是讨巧，没有大问题，但李御史不是，他是有目的的。
而且背后之人也是给他下了死命令。启禀陛下，这有关荣亲王侠迹的事儿，臣觉得还需要请大理寺的人调查一番才行啊。皇上看了李御史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下手的赵国公。哦，李御史可是有实证，不要凭感觉和你认为。陛下，臣是亲眼所见这荣亲王去了青楼啊。贾尚书这时候站了出来。李御史，你是不是和荣亲王有仇啊？贾尚书何出此言呢？李御史，你从前弹劾官员也算是言之有物，讲究实证，这一次居然凭空推断，本官觉得李御史有公报私仇之嫌。贾尚书，那日是我亲眼所见，还能有假不成？那也未必，毕竟是李御史你的一人之言罢了。荣王府多人的证言，李御史都觉得不可信，怎么你的推断就可信了？李御史很无奈，他想要搞掉荣亲王的官职，只能找这么一个借口。毕竟这一次还是好不容易蹲守来的呢。贾尚书强词夺理，还请陛下明鉴。李御史没有办法，只能找皇上给个说法。皇上早就有准备。来人啊，请主客司员外郎朱坤鹏上殿。臣主客司员外郎朱坤鹏拜见陛下。磕完头之后，还扭头看了一眼自家老爹广安侯。广安侯瞪了一眼儿子，让他好好表现。皇上也不计较朱坤鹏的小动作。朱员外郎请起，你来说说那日你请荣亲王吃酒是怎么回事啊？还有你们两人都干了什么？陛下，我们那日就去喝酒了，还看了歌姬跳舞。有歌妓对吧？这荣亲王是不是和歌妓一起吃酒了？是不是留宿了？没有，歌姬陪的是我。不可能，我亲眼看到一些歌妓向荣亲王扑了过去。李御史不相信，喝了带药的酒，还有美女入怀，能有哪个男人把持得住？所以他才会言之凿凿，并且想要皇上请大理寺来断这个案子。李御史一定没看到后边，那些女人是想扑倒荣亲王，可是被荣世子安排的人给抓起来了。荣亲王不仅自己惧内，荣氏府的小世子也防得紧呢，就是防止荣亲王生了别的孩子，他的地位不稳，所以不准任何除了荣王妃以外的女人靠近荣亲王。荣亲王有内心都没那机会。朱坤鹏说嗨了，没注意到是在大朝会，直到看到老爹的瞪视，才一把捂住自己的嘴巴。